尽管这个男人长得帅气英俊，可他还是被心仪的女人拒绝了。他呆坐在电视前，屏幕里播放着表哥与敌对家族火拼的新闻。可身为黑帮家族的一员，他却觉得这般血腥的争斗毫无意义。在他心中，唯有爱情才是至高无上的。这天，罗密欧怀着一颗寻觅真爱的心，踏入了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For my mind misgives some consequence yet hanging in the stars. 结果在晚会上，他真的遇到了令他心动的女生。他与朱丽叶的目光交汇，那一瞬间仿佛时间停滞，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们彼此。一见钟情的魔力让他们的心瞬间沉沦。然而命运总是爱捉弄有情人，偏偏他们各自所在的家族是死对头，家族间的仇恨如深渊巨壑，横亘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这场爱情注定情路坎坷，但此时的两人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他们还没来得及说上话，朱丽叶就被奶妈急匆匆地拉走了。罗密欧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而朱丽叶却被母亲强硬地安排与帕里斯跳舞。帕里斯是个多金的贵族，他曾请求朱丽叶的父亲将女儿嫁给他，然而朱丽叶的父亲却婉言拒绝了他。My child is yet a stranger in the world, but 2 more summers with her in their pride, ere we may think her ripe to be a bride. Younger than she, our happy mother's maid. And too soon marred are those so early made. 这个叫博尔特的男人是朱丽叶的表哥，他生性残忍好杀。博尔特那双眼好似2把锐利的钢刀，一下子就在人群里瞅见了敌对家族的罗密欧。他的目光瞬间变得凶狠如狼，为了家族的颜面，他决定狠狠教训罗密欧一番。可朱丽叶的父亲却稳稳地拦住了博尔特。I would not for the wealth of all this town here in my house do him disparagement. Therefore be patient. 朱丽叶一边与帕里斯跳着舞，一边用眼睛瞄着罗密欧。罗密欧趁机拉过朱丽叶，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就在这时，朱丽叶的母亲突然冒了出来，吓得罗密欧和朱丽叶慌乱无措。他们匆忙躲进了电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旁若无人的拥吻在了一起。罗密欧说朱丽叶的双唇洗涤了他过往所有的罪孽，朱丽叶也娇羞地回应说他吻得真好。就在这时，电梯门开了，两人深情款款的模样全被奶娘尽收眼底。奶娘二话不说拽着朱丽叶便急匆匆离开。罗密欧像着了魔似的再次追赶上去，直到这时他才发现朱丽叶竟是敌对家族的千金大小姐。这真相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实在是太荒唐了。朱丽叶也从奶娘嘴里得知罗密欧是敌对家族的独生子。这一刻，他们俩的心情犹如被千丝万缕的乱麻纠缠，复杂到了极点。或许从今往后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舞会结束后，罗密欧恋恋不舍，不愿离开，而朱丽叶也在楼上默默注视着罗密欧的一举一动，她的目光中饱含着无尽的眷恋与哀伤。 My only love sprung from my only hate. Too early, soon unknown, and known too late. Prodigious birth of love it is to me that I must love a loathed enemy. 表哥博尔特那双阴鸷的眼睛将一切尽收眼底，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迟早要将罗密欧这颗眼中钉连根铲除。罗密欧在归家的路途上，心却被朱丽叶紧紧牵扯，他怎么也放不下。他猛地跳下了车，犹如脱缰的野马，朝着朱丽叶的家狂奔而去。他身手敏捷地偷偷爬进了朱丽叶家的城堡。恰在此时，朱丽叶正在为两人不能在一起而满心忧愁。她低垂着眉眼喃喃自语，为了能与罗密欧在一起，我宁愿舍弃自己的姓氏。倘若罗密欧也是真心爱我，想必他也会为了我放弃他的姓氏。此时的他浑然不知，罗密欧正静静地藏在他的身后。 Which is no part of thee, take all myself. I take thee at thy word. How camest thou hither? Tell me, and wherefore? The garden walls are high and hard to climb, and the place death, considering who thou art. Love's light wings did I approach these walls, for stony limits cannot hold love out, and what love can do, that dares love attempt. Therefore thy kinsmen are no stop for me. 家族的守卫听闻声响，急匆匆前来查看。朱丽叶立刻把罗密欧藏进水里，倘若被守卫发现，他们定会毫不犹豫地将罗密欧置于死地。而罗密欧哪怕面临生死威胁，他也要跟朱丽叶在一起。这突如其来的爱情如汹涌的潮水，让两人无法自控地再次拥吻在一起。然而突然清醒的朱丽叶意识到，绝不能再这样下去，至少现在不行。为了罗密欧的安全着想，他现在必须尽快离开。倘若被家族的人察觉，罗密欧的下场将不堪设想。于是朱丽叶咬咬牙，狠着心，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Wilt thou leave me so unsatisfied? What satisfaction canst thou have tonight? The exchange of thy love's faithful vow for mine. I gave thee mine before thou didst request it. 在分别的时刻，朱丽叶对着罗密欧认真地说道：“明天我会派人和你取得联系。若你真心诚意想娶我，只要捎来消息告诉我结婚的时间与地点，届时我定会出现在婚礼上做你的新娘，死心塌地跟你一辈子走遍海角天涯。”说完，朱丽叶便在母亲急切的催促声中匆匆回了卧室。两人互道了晚安，罗密欧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第二天，罗密欧一大早便心急火燎地赶到教堂，找到了与自己关系很好的神父。他坦言自己爱上了仇敌家族的女儿，并且两人已经私定终身。罗密欧恳请神父为他们做证婚人。神父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联姻
或许可以化解两家族多年的仇怨。于是他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为他们证婚。朱丽叶派遣奶妈与罗密欧取得了联系，奶妈一脸严肃地警告罗密欧千万不要玩弄感情，罗密欧则认真地回应，今天下午神父就会为两人证婚。奶妈得了消息，赶忙将下午结婚的约定转告了朱丽叶。这对勇敢的恋人在教堂顺利举行了婚礼，他们的目光交汇，仿佛世间的一切都已不再重要了。两人刚刚完婚，喜庆的余温尚未消散，朱丽叶的表哥博尔特便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他像一头发狂的野兽，势必要跟罗密欧一决生死。然而罗密欧却神色平静，他目光中透着坚定与无奈，缓缓说道 The reason that I have to love thee doth much excuse the appertaining rage to such a greeting。 罗密欧深吸一口气，他的眼睛里满是诚恳与期待，他伸出手想与对方握手冰释前嫌，然而博尔特却拒绝握手。罗密欧转身离去，他不想再激化矛盾。博尔特追上去一拳将罗密欧打倒在地。 Tess, I never injured thee, but love thee better than thou canst devise.Till thou shalt know the reason of my love。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罗密欧毫不犹豫交出了自己的武器。然而他的大度并未赢得博尔特的敬佩，在博尔特眼中，这反倒成了对他的羞辱。他愈发疯狂地殴打着罗密欧。一旁的小黑咬牙切齿地埋怨罗密欧没有武器。见罗密欧吃亏，小黑立刻卸下了自己的武器，然后冲上去就要跟博尔特决斗。小黑身手敏捷，三下五除二就把博尔特打倒在地。就当小黑打算给博尔特致命一击终结他的时候，却被罗密欧拦了下来。他深知博尔特被打死只会加深两大家族的仇恨，这份仇恨会毁了他跟朱丽叶的爱情。然而就在这时，博尔特趁着众人不备，捡起地上的碎玻璃猛地刺向了小黑。小黑受了严重的伤，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I was hurt under your arm, plague for both your houses. No! 罗密欧紧紧抱着死去的小黑，那具渐渐冷却的躯体仿佛带走了他灵魂的一部分，泪水肆意地在他脸上流淌。他满是愧疚，他自责自己的求和之举为何会酿成如此惨祸，害死了最要好的朋友。博尔特见到闹出了人命，便立刻慌忙逃离了现场。罗密欧眼中燃烧着复仇的怒火，他毫不犹豫地朝着博尔特追了上去。而此时的朱丽叶正坐在床上，她脸上洋溢着甜蜜的微笑，憧憬着与罗密欧的幸福未来。她想象着他们手牵手漫步在花园，阳光洒在他们身上，一切都温暖而美好。另一边，愤怒的罗密欧如同一头狂狮，凶猛地撞翻了博尔特的汽车，巨大的撞击声震耳欲聋，玻璃碎片连同手枪一起散落在地上。博尔特狼狈地爬出车厢，他抢先一步捡起了手枪。罗密欧发疯般地朝着博尔特怒吼 Mercutio's soul is but a little way from our heads. Save for thine to keep him company. Thou wretched boy shalt with him hence. Either thou or I or both must go with him. Either thou or I or both must go with him. 博尔特望着罗密欧那双燃烧着熊熊烈焰的双眼，他瞬间被罗密欧眼中的愤怒给吓坏了。他丢下手枪，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然而罗密欧的怒火丝毫未减，他立刻捡起那把手枪，他不带一丝犹豫地将枪口对准博尔特。博尔特就这样倒在了罗密欧的枪口下。朱丽叶的母亲闻此噩耗，她哭声凄厉而绝望地怒吼道：“罗密欧，我定要让你血债血偿！”由于博尔特故意伤人，杀人在先，警察局长的裁决最终没有给予罗密欧死刑。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罗密欧被放逐，永远不得再踏入这座城市。罗密欧认为放逐比死刑更可怕，因为一旦被流放，那就意味着他与心爱的朱丽叶将可能错过此生。就在这时，朱丽叶的奶妈匆匆找到罗密欧，罗密欧急切地询问朱丽叶怎样看待表哥之死这件事情，他生怕朱丽叶会因此恨他。奶妈看着罗密欧，眼中满是无奈与怜悯。她说朱丽叶只是不停地哭泣，因为她实在想不明白罗密欧为何要杀死她的表哥。朱丽叶托奶妈把戒指还给了罗密欧。当晚月黑风高，罗密欧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潜入了朱丽叶的房间，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而此时朱丽叶的父亲却全然不知这一切，他已经答应了上门提亲的人，要把女儿嫁给对方。正是这一晚，朱丽叶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罗密欧，他们的爱如烈火燃烧，炽热而疯狂。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洒在两人身上。就在这时，朱丽叶的奶妈猛地冲了进来。 Your lady mother is coming to your chamber. 罗密欧大惊失色，连忙从窗户逃了出去。临别前，罗密欧深情地望着朱丽叶，声音颤抖着对她说道 All these woes shall serve for sweet discourses in our times to come. Julian! Oh God, I have an ill-divining soul. Methinks I see thee now, thou art so low as one dead in the bottom of a tomb. Oh, fortune, fortune, be fickle, fortune. For then I hope thou wilt not keep him long, but send him back. 母亲告诉朱丽叶，父亲已经安排让你星期四就和一个叫帕里斯的男人完婚。朱丽叶听到这话犹如五雷轰顶，整个人都呆住了。她瞪大了双眼，
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和惊恐。尽管父亲在一旁不停地夸赞帕里斯是一个如何优秀的男人，他出身名门，风度翩翩，财富无数，定能给你一生的荣华富贵。可朱丽叶的心意却坚如磐石，她始终坚定地拒绝跟帕里斯结婚。面对父亲包办婚姻的蛮横态度，朱丽叶只能声嘶力竭地呐喊反抗。她试图要冲破这压抑的牢笼，然而她的举动彻底激怒了父亲。Do not answer me! What are you bad? Get thee to church Thursday, or never after look me in the face. Die in the streets. Bethink you, I will not be persuaded. 挨了一巴掌的母亲愣在一旁，她满脸的愁苦与无奈。她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因为她本身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当初她没有勇气反抗命运的安排，如今她仍旧没有勇气维护自己的女儿。绝望的朱丽叶满怀期望地向母亲求助，然而母亲却冷漠地表示：“随便你怎么样，我不会再管你了。”奶娘在一旁苦口婆心地劝朱丽叶嫁了算了，毕竟罗密欧不可能再回来了。朱丽叶却倔强地不肯认命，她的眼神坚定而决绝。她来到曾与罗密欧成婚的教堂，这里是曾经见证过他们爱情誓言的神圣之地，而她决然拔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她对着神父怒吼道：“如果不能跟罗密欧在一起，她就立刻扣动扳机。”幸好神父还有挽救的办法，他的手里有一种神奇的药物可以制造假死，服药者会停止呼吸，停止心跳，身体就跟死人一样冰冷僵硬，在24小时后服药者会重新苏醒。神父让朱丽叶吃下这种药制造出假死，这样就不用嫁给帕里斯了。假死的朱丽叶会被安置在家族的墓室中，在朱丽叶苏醒之前，神父会通知罗密欧来把朱丽叶接到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朱丽叶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毫不犹豫地从神父手中接过药水。当天晚上，他便毅然决然地喝光了整瓶药水。神父也立刻给罗密欧寄去了信件，而远在草原的罗密欧却错过了神父的信件。邮递员确认房车里没人之后便转身离去，然而罗密欧就在不远处玩耍。第二天清晨，神父神色凝重地宣布了朱丽叶死亡的消息。朱丽叶如同沉睡的天使，她被家人送进了家族的墓室。这一幕恰好被罗密欧的朋友看到，不明情况的朋友连忙赶往草原，将朱丽叶死亡的消息告诉了罗密欧。得知噩耗的罗密欧如遭雷击，他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等情绪稍稍平静下来之后，他拿起手枪，开着汽车朝着朱丽叶所在的城市疾驰而去。就在这时，带着神父信件的邮递员再次与罗密欧擦肩而过，这一切仿佛都是命运的安排。神父焦急地给邮局打电话确认罗密欧是否收到信件，结果却被告知对方并未收到。无奈之下，神父又写了一封信给罗密欧寄了过去。但此时的罗密欧已经回到了这座城市，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与朱丽叶生死相随。他买了一瓶致命的毒药，但却在赶往朱丽叶墓室的路上被警察发现。情急之下，他劫持了一名路人当作人质，这才摆脱了警察的追踪。他来到墓室门外，目光透过窄窄的门缝，瞧见了朱丽叶宛如沉睡的尸体。他双手发颤，缓缓推开门，眼前是一条铺满鲜花却透着无尽凄凉的路。他拖着仿佛被灌满铅的双腿，一步一步走向朱丽叶。他炙热的眼泪大颗大颗的滚落，一滴又一滴砸在朱丽叶冰冷的皮肤上。死亡带走了朱丽叶的气息，可却怎么也带不走她的美丽。罗密欧俯身亲吻着他的妻子，他拿出两人的定情戒指，轻轻为朱丽叶戴上。就在这时，朱丽叶的手指轻轻地动弹了一下，然而罗密欧满心被绝望占据，丝毫没有察觉这极其细微的动静。他拿出毒药，决意要追随朱丽叶而去。恰在此时，朱丽叶苏醒了，她迷迷糊糊的，并不知道罗密欧手里拿着的是什么。Dateless bargain to engrossing death. Here. 朱丽叶刚从死亡的沉睡中苏醒过来，罗密欧却又冰冷地死在了她的怀里。他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和无尽的绝望。朱丽叶呆呆地望着怀中已无生气的爱人，她嘴唇颤抖着，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不知该如何形容这如同恶魔般戏弄自由爱情的残酷命运。她缓缓拿起罗密欧身旁的手枪对准自己，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执拗地睁大眼睛，想要将罗密欧最后的模样深深地刻在心底。随着一声枪响，朱丽叶的生命也在这瞬间凋零。她倒下的身躯与罗密欧紧紧相拥，他们的爱情在另一个世界得以永恒。第二天清晨，墓室被警察、记者还有众多市民围得水泄不通，人们的脸上或是震惊，或是惋惜，或是好奇。警察将朱丽叶与罗密欧的尸体从冰冷的墓室中抬出，两大家族的人也来到了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悲剧。这一刻，他们终于明白，是他们长久以来的相互仇恨，亲手毁掉了一对原本可以幸福相守一生的年轻人。曾经的傲慢与偏见在这一刻化为乌有。在这惨痛的结局面前，两大家族的头领冰释前嫌，不再相互仇恨。然而这和解来得太迟了，那一对相爱的灵魂早已远去，只留下世人无尽的唏嘘与感慨。如果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孤独的与整个封建礼教拼死争斗，那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无疑是在封建制度慢慢被打破的时候最先出现的，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希望曙光。这样的爱情虽是悲剧，却带着一种撼人心魄的悲壮；虽是殉情，
却饱含着绵长久远的长情。他们以死相拥，并非对生命的轻贱，而是对爱情的极致坚守，是用生命谱写的长情赞歌。这段勇敢的爱情会在岁月的深处熠熠生辉，永不褪色。